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你这在家歇了2天，你是养精蓄锐了还是怎么的？刚上班就拿我开刀，你这隔三差五的拿我立个威，有意思吗？你别不知好歹啊！你看见大伙看你的眼神了吗？我这么做是在帮你。万家集团我还能管一辈子，可照你这么干，万家集团早晚毁到你手里。今天我一到公司才知道，你把人家的地给推了，王有德都气吐血了。你说你这么干事，谁能服你啊？就算表面上服了，心里也不会服啊。爱服不服，听话就行。那是真听话吗？啊，表面上什么都答应你，背后里跟你捣蛋。当多大的官儿，得有多大的心胸。错了就得认，错不怕，改就行啊。这个事我站着理呢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还不是为了集团的利益着想吗？我也是为了工作。站着理得讲工作方法，你不能动不动就跟村民动硬了，谁不服你就收拾谁，这还了得啊？你拿自己当土皇上了？行了，你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，我知道了。但是，我把丑话给你搁前头啊，你要回头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，损害我的威信，你别怪我搂不住火，我回头顶着你高血压下不来台，你别说我不孝顺。你敢？哟，我敢不敢？反了你了还？我还都是。万总，何幸福来了。哎，书记您在哪？幸福妹妹，这谁啊？这是关律师。你好，我叫关涛，我是易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。我们接受王庆来家的委托，全权代理他们家和村里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相关纠纷，以及和你个人的纠纷。今天我们来呢，主要是想跟你交流一下意见，看看这2件事情我们怎么处理。我们万家庄的事情自己能够解决，不麻烦你了，请回吧。恐怕这个您说了不算。我们跟王家已经达成了共识，我现在就是代表王家跟您商讨的。行个何幸福，老王家有了你，算是长了行市了。就是你的主意吧？我公婆都同意。听见了吗？刚才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？你还让我跟他们好好说，人家把咱们给告了啊！谢谢你啊，何幸福，你就得让他知道什么叫世态炎凉、世风日下，告得特别好。你们打算怎么办？这是我们的合理要求，村里要是不答应，就不能撕毁我们的合同，收回我们的地。现在大棚和菜都毁了一半，这些事儿都得解决吧？是啊，是要解决啊。我为什么推你家地啊？我不就得解决吧？什么叫撕毁合同啊？谁签了协议出尔反尔？谁呀？谁出尔反尔啊？就算是补偿，我们也都还亏着呢。村里要盖厂房，要征地，我们都尽量配合。那现在大棚和菜地又被毁了大半，这损失可就更大了。书记，这让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你可太有意思了！你以后怎么过？你问我们啊？你爱怎么过怎么过？怎么着？那什么事儿都找集团，集团是欠你们的呀？地就是你们推的，你还来气儿你？我告诉你，你看你就来气！你现在怀着孕呢是不是？你可不能生气啊！那你要真动了胎气，你到时候也赖集团，集团可担不起责任啊！行了，好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啊！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只能通过司法解决了。再这么吵下去呢，也说不清楚。万家集团应该有自己的法务吧？如果方便的话，麻烦能不能请你们的律师过来，我跟他谈。这件事情从头至尾我都清楚，律师来了我还得跟他再解释一遍。再说了，他来了也得听我的，这就是我说了算。那好吧，那就按照前2天我发的律师函那样说的，再加上万家集团因为施工对王家蔬菜大棚以及对农作物造成的损害，如果你们愿意赔偿的话，我们可以私下解决。这样的话，也不用升级矛盾。我一直认为，我们万家庄的事情好说好商量，都能解决。老王家非要打官司，还把你给搅和了进来。好啊，
万善堂就是这个脾气，好说好商量，什么都好办，跟我来硬的，我等着。全家送客。好赖先生，我觉得在法律面前，我们还是要慎重一点。行了，慎重什么呀？你说你一个当律师的，不好好做功课，你都不知道老万什么脾气，你上来就跟他商量，商量什么呀？送客了，走吧。哎，你们爱上哪个上哪个，先让法院递传票。怎么样？没谈拢，先回家再说吧。真的是想不到啊，这么大一个万家集团的董事长竟然不太懂法。我跟他说，我跟他们的法务对接一下，他也不配合。真的是不理解，他们是怎么做到那么大规模的？那这么说，律师做中间人，也没谈拢。他就不跟你好好谈，人家说了打官司随便，就直接给我们推出来了。哎呦，这咋办呢？这那还能咋办呀？跟他们讲理，他们不讲，咱们就跟他讲法呗。反正关律师说了，在法律上面咱们完全占理儿。现在看来，要想不被欺负，咱就只能跟他们打官司了。没别的路走了？哪还有路呀？都走了，行不通啊！地也推了，钱也不补，李公安也跟他们说去了，也没用。您和庆来都还进医院了，大家都是人，凭啥呀？少说两句啊！我咋不能说？你不说，我不说，就等着被欺负呀？关律师，你说呢？我们是律师，不能挑诉。但是我觉得吧，你们把打官司这个事儿啊，看得太严重了。咱们的国家现在呢，提倡依法治国，未来呢，人们的法律意识会不断的增强，以后靠法律来解决问题，会是个很普遍的现象。这个官司如果要打呢，那咱们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啊，就要注意方式和方法，合理的提出诉求。那如果不打这个官司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继续去跟他们协调。只不过，根据今天的情况来看呢，恐怕会有难度。但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啊，这都需要你们全家统一一下思想和意见。要不，你们再商量一下，明天我们再过来。真的是想不到啊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农村里头，上至领导，下至百姓，法治观念还这么落后。哎，星远，你不是说总找不着案子吗？哎，你看啊，你是农村来的，对农村的情况呢比较了解。要不然干脆我们发展农村的法律业务，好不好？别。为什么？不是你自己刚才也说了吗？这法治观念很落后，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，对牛弹琴，白费劲。这才是我们律师存在的价值啊！我是觉得吧，一个国家要推进法治进步，那光是城市进步那不行，还得是农村进步。真正的做到用法律取代人情，那法治才有前途啊！你还想改造农村？那为什么不呢？律师的担当，不也包括了推进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吗？但这个太难了。是不容易。要容易的话，还要我们干嘛呀？你看看我们律所韩律师他们那帮人，说心里话啊，他们刚入行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们也是满腔热血的。但是现在呢，要把律师干成了生意。等我到他们那个时候，我肯定不会这样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说的不对吗？说的特别对。心月，刚才在万家集团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一块上去啊？你还说你不舒服，你这是借口吧？
就我觉得我跟我姐这个关系吧，就怕他们在借题发挥，闹误会什么的。那是熟人不是更好吗？那熟人打交道不是更方便一点吗？有时候啊，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熟人关系最麻烦。倒也是。